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家的新成员，这个 RAM 的3500，我们家的大洋。它接替小雷，继续为我们的旅程服务。它呢是 RAM 的3500，然后 Mega Cab， 然后6.4的短斗。它呢配备了这个6.7升的这个康明斯的柴油引擎，然后是高功率的，然后配备了这个爱信的6速的自动变速箱。然后看那个 Mega Cab 呢，就是比一般的皮卡，就4门皮卡后面多了这半门。对，就多这一块。多这一块。我刚好给你看一下，我邻居皮卡就在旁边。对。他们这个后边那个门后边直接就接着斗了，就没有这半门。然后这是 Mega Cab 多半门，然后6.4的短斗。这多半门导致什么？你看这2个轮的中间的间距就超级长。对。我们打气的时候，我们打气都不够。对，那个管儿不够长。对，因为我们那个打气是一次打4个轮胎嘛，就中间这个长度，它其实是本来是留的绰绰有余的，但是这个车就是不够长。就感觉在路上见到的这么长的平时用的车，就很少，大家都是用这种车干活，就是平常不会 daily drive， 对，工程车不会平时开，就导致我们就是在路上，你可以看那种单向双车道的这种车道，要 U turn 要转向。我的车一般是转不过来的，所以都必须留够足够的距离。而且去什么，就我们去downtown啊，去市中心停车都很困难。那种基本上在街趴的时候，前后有车基本上是停不进去的，都会找一个没有车的地方停。所以就是在闹市区的不便利是一个短板吧。但是我们为什么还要选它呢？这个也是综合考虑了很多。我们知道自己肯定是要买皮卡了，但是没想到一下子就上到了 Heavy Duty 3500。对，就为什么要选这个3500呢？为什么选350？我先介绍一下350、2500、150的区别吧。这个150就是旁边那一台，就大家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半吨皮卡，1/2吨，然后再上来就是2500和250，就是3/4吨的皮卡。对，那边刚好有个 RAM 的1500。那个1500，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这个3500是1吨皮卡。这里说的这个半吨、3/4吨和1吨，其实指的是这些皮卡最早设计的载重量。这个半吨皮卡 F150和 RAM 的1500，最早设计的就只能载重半吨。像我们这个3500最早设计的是载重1吨，1吨其实就是2200磅。但是他们随着这个科技的提升，现在这个皮卡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这个原始设计的载重量了。因为大家一直都这么叫，所以现在这个说法也就被延续了下来。就为什么我们选1吨皮卡呢？这台车刚好，因为我看到它的 payload， 就是它后面的就是这个能载重，就是汤位，就是在后面斗上压下去的重量，已经到了4100磅。这4100磅就刚好符合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设想的是在拖我们这个房车8600磅的房车，然后它转换到这个 payload， 就是这种蛇重啊，载货重量大概是1500磅到1600磅，然后加上它的重量15%，你顶格算最好的顶格算到15%，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们以后想装一个 camper， 装上 camper 的重量，再加上你这些车的所有改装，加上我们成员还有我们家里东西的重量，所以加起来就不能超过它这个车的 payload， 就4100磅是完全够用的。之前我们看过，我最早开始挑的时候，我就已经把1500已经跳过了，1500是完全不够我们用的。我从2500和250开始看，然后我当时在 Vegas 刚开始看车的时候，一进 dealer 我就其实看到这台车了。然后这台车就在他们 dealer 的正中心停着，然后在一个高台子上，然后特别的显眼。但是我当时看这个车这么大这么长，我就说这个车你要买回来，因为我们还想越野，就特别困难，就会很费劲，所以我就直接把它跳过了，根本看都没看。所以当时去看的是2500，但是250没有，最后没有要，就是因为它的那个。那2500我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的 payload 那么差，因为它网上写的 payload 其实都有3000多磅吧。3000多磅其实是勉强够用的，就是基本上是够用的。但是呢，我一开始试驾，因为我在网上查到资料，发现他们是3000多磅，我就没有细看，我就已经试驾了。试驾完，我边试驾就边问那个销售，他能就是 payload 是多少？那销售也跟我说的是3600磅。但是我后来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要看一眼它，就你可以过来看一下，就所有车身上贴的那个，所有车在车门这一块，它都会贴它的 payload。
你看到这个没？4000多少？4035。好了，我当时看到那些2500上面都贴的什么2100、2300，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这 payload 这么低，我就说你们这些3000多磅，网上写的3000多磅 payload 车在哪儿？然后他就不知道，那个销售我发现他什么都不懂，就很多卖车这些，不管是卖这些皮卡的、卖房车的这些销售，他们平时根本就自己也不开这个车，他们也不了解，他们只知道所有，就只是我们遇到的这个刚好是新手。但我们遇到的太多了，就很多人都在反映这个问题，就是他买这些车的销售和这个房车销售，他们根本就不懂，他也就是上网现查资料，然后查到的这个车。那艾妹妹，你就看了那个车上贴的那个条，对，就只有2000多磅，所以然后我们就算了一下，2000多磅，我们光2个人加2个狗，再加一些行李，就得快500。我们家2个人，我200磅，然后我100多磅，加起来我们俩300多磅，加上2个狗100多磅，这已经400多磅了。你随随便再加一点点东西就500磅了，对，500磅再加trailer，这已经2100磅。你2100磅，它那个 payload 只有2100、2200，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我们不加任何其他东西。但问题是我们是一定会改的，我们这个 bull bar， 然后对你像这个车改了这个前面前杠、后面的架子，这些都要算到重量里。还有包括我们的车顶帐，这些都是有重量，它加起来可能我们算1000。对，你就最保守的估计也要1000磅了。对，所以你这下来已经3000多磅了，怎么会够？对，所以我们对一辆车就是对它 payload 的要求就是起码要3000。就最低是3000嘛？对，因为你就算这些，还没有算那个这种 camper 就贝陀房车的重量，因为我们还想加那个贝陀。之后是想改 camper。对，想改 camper。对，所以我们对这个 payload 的要求就直接刷掉了150。所以一定要留够，就是大家在选购车的时候，就也一定要自己去查资料，自己去看，千万不要听销售说。而且你到底要了解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样的。对。那我们先看一下，就这个车我们都配备了什么，改装了什么东西。好的，从头开始吧。从前面开始看吧。最前面呢，这是加了一个，这是 Warren 的一个前杠，就是 bull bar， 它就是可以防止你在高速上撞路啊、撞牛啊，然后保证它前面不会把水箱撞烂。水箱撞烂，你的车是完全开不了的。澳洲人用这个是撞袋鼠的。然后下面这个也是 Warren 的一个16500磅的一个绞盘，这也是能找到市面上最大的绞盘了。然后我们那次去航展看到 SWAT 车上，对，就是那个防暴警察，他们的那个防暴警车前面装的就是同款绞盘，一模一样。对，一模一样。然后自己加了这2个拖钩，然后可以看这些巴哈的黄色的灯，这是我后来把它换掉的。原来这个杠本身配的有灯，就是配的是那个 rigid 灯，2个白灯。然后往上面这装了一个这个 AVS 的一个就是专门挡虫子的、挡石子的小石子。它好像就是可以改变前面这个气流，然后就可以让石子和虫子飞得更高一点，小石子不会糊的那个前面玻璃到处都是。你们要长期旅行的时候，这个其实很推荐，因为就是很容易石子会把你的玻璃打裂。对。然后这边呢，可以看这装了2个照侧面的，这是巴哈的 LP4。这2个灯是后来我们自己加装的。然后这个车还有一个这个镜子，这是偷 mirror， 专门拖车的。对，我们把房车拖上之后，就会把它推起来。对，我之前就看别人皮卡在路上跑，就感觉举着2个大铲子在边上。他们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好看，所以他们平时也不会把它放下来，但是我平时喜欢把它放下去。还是挺有用的，它推上去之后，它视野会宽很多，能看到房车后边的一些情况。然后轮胎呢是 Wildpeak 的那个 AT3的 AT 胎，然后这个是20寸的轮毂，但是这是它原厂，就是原来就带的。就我自己选的话，因为我们要越野，肯定不会选这么大的轮毂。还有就是这个前车主他还换了这个。对，然后前面这些已经是 Fox 的避震。对。然后整个车升高了2寸，所以它可以装下这个3.7的轮胎。对，所以它既然都已经换了，我们就没有再动了。对，然后下面这边这有一个电动的踏板。这个踏板挺有用，因为这个车整体
挺车高的，很高。我上着如果没这个踏板的话，还有点不方便。就没踏板，我上都费劲，你别说你了。狗也不方便。对，你就没踏板的话，你要就这卡着大步，你看我就得把拽着那个把。我是1.85米，你看就腿都卡这么高，然后你站在这儿，然后再这样跳上来，跳进来。你要没有这个踏板的话，对，没踏板狗都得起跳一下蹦上去。然后上面装了这个架子，这个后加的，这个是那个Sharpie 的那个一个车顶架。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放水箱。对，这边是一个8加仑的一个水箱，然后这边是装的 V-Boost 的天线。这 V-Boost 也是一开始我们最早买过一个，然后把它卖掉，我们觉得没有用，后来这次再买发现它真的挺有用。我们的使用场景完全变化了，然后之前我们是怎么使用来着？是完全觉得它没用。之前我们是去完全户外的地方，然后它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我们这一次因为是旅居还有工作，我们其实有些时候是在城市周边以及乡村周间，对这个信号似有似无。对，似有似无的时候，它真的是有用，能给你 boost 到2格、3格，对，让你能去接打电话，然后看信息、看网。没错，但是等我们去户外一点信号没有的地方的时候，那它就完全没有用了。对，它的基础就是需要有一点信号。所以你在这种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周边有一个这个还是挺有用的。对，是有些用的。然后接下来呢是斗上这上面装了一个这个 Smart Cap， 应该是 Smart Cap， 它是这边是玻璃的，是这样可以打开，它有3扇窗户到尾门那边。我们绕到后边。然后顶上呢这边有这个 Reno Rack 的一个架子，然后上面是我们的那个车顶帐，是 OAS 的。然后我们边上还加了一个侧帐。对，你说回这个 Smart Cap 哈，它这儿还有个小窗户。对，这儿小窗户是这么开的，从里面可以看，是这样开的。对，这个很方便，就是因为我们最早第一次开这个车出去露营的时候，我们俩睡在斗里，然后这个就可以打开通风。对，它两边一边有一个还可以对流。我很喜欢这个小窗户。但是它有个最大的 bug， 就是这个 Smart Cap 就是我们这个可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款嘛还是新款。你不讲了。从后边看，它后边也是玻璃的。对，上面也是玻璃的，但是它最大的 bug 就是它这个，当你睡在里头的时候，把它完全关起来。就是如果有人从外面把这个锁扣给你扣上，你就出不来了。从里边是打不开的。对，但你可以硬推。然后你从里边也没法锁上。也没办法锁上。对。所以这就是最大的 bug。所以你出去。从里面可以锁上，就是你来这儿看，我那天不是给你演示了吗？我把这个窗户打开，我手从那儿抠出来，我是可以把它锁上的。但我锁上以后我就不好打开了。对。这边是我自己加了一个磁吸的小灯。然后这边还有在4个角都装了这个巴哈的这个照侧面的灯。对，这个。然后我们可以继续看这边装了一个这个 KKS 的洗澡的帐篷。你还没说完你这 Smart Cap。Smart Cap 有什么？里边装了一个。对，这里面原厂可以配一个这个箱子半，它一共有全部长的，还有这个半一半的。我们选一半的，这样可以手伸进去，还拿兜里东西。对，后面拿东西，它还很多配备了。对，我从后面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有多厚吧？这个，它就大概这么深的一个斗。对，还行。这么深的一个斗，反正不怎么占地方。我觉得还挺好的，更多的利用这个空间。你看我们皮卡这个斗已经完全的占满了，就6.4、6.5的斗，里面我们的 Starlink， 然后我们平常不用的工具。箱子还有这个大帐篷都在里面，还有个大冰箱。这个冰箱呢是ESCO 的这个 APL55，然后它这保温材料也比较厚，但是就是稍微有点占地方。对，它里边是分2个区的，双区的，而且很省电。对，就大家如果有想买一些，这是我们车上所有的东西我们全部都有折扣，因为我们都是他们的官方的 dealer， 可以到时候看一下我们的网站，宣传自己一波。然后我们的电源也在这儿放，然后这边放露营的箱子，然后里面露营椅都在里面。对，这个斗其实真的很长很大了，就像 Steven 这个大汉1.85米吧，反正睡在里边是，刚好够的。对，我就是头顶脚，然后脚可能还有这么多，就一点点空间。顶头顶脚的睡进去。
但反正是够用了。对。然后我自己还改了一个，加了一个这个，它这个没有带，自己加了一个这个踏板。对，这个很有用，要不然不好上。这个其实有这个踏板以后，其实就可以从这儿上来，然后我们有个梯子放在这边，从这儿就可以进我们车顶帐了。对，有一个小梯子。对，感谢我们的朋友肯。对，肯送我们的梯子。但是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从这儿上车顶帐了，你这底下没办法关。就这次我们去那个大燕山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熊嘛，他要求你把所有的都关起来。哦，那怎么办？那就我们只能用我们侧面那个梯子嘛。我们就用这自己的梯子就好嘛。对，用它本身车顶帐自己带的梯子就行。再看到这边，这儿好。它这边也是有窗户，然后上面这是一个 KKS 洗澡帐，它这是让我打开以后一个私密的空间，也可以做厕所帐，其实就是厕所和洗澡，带便携马桶，其他的这边上面是装了一个我们自己的箱子，对，然后这边配的是一个 AEV 的这个原厂的 Snorkel。好了，绕车一周了，我们现在看看里边。对，我们来看里面吧，先看前面。给副驾准备的玻璃水，擦玻璃的。这个车它的整体的内饰是这种棕色配白色翻毛皮。哎呀，这白色翻毛皮，包括这个座椅，还有中间中控那儿都有很多白色皮和翻毛皮的部分。对，所以我们当时看到这个配色就感觉非常的端庄传统，有种老大爷的感觉。你可以看这上面，这是我加了一个叫 Bullet 的一个架子，这边可以装对讲机，那边可以手机无线充电。然后这个车，我到那边把车打着吧。然后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这是我们给房车装了一个倒车影像，是无线的，对，不需要加任何线。拖房车的时候才会把它就连接在这边的线上，平时出去开的话就把它断开就好。然后就很基本，我们在这儿放了一个这个布子，就是为什么要放这个布呢？这是皮的，为了防狗抓。你看，其实已经滑了。这个车我们拿到的时候，它里边就基本上没有任何划痕，但是我们开始带着狗一起坐之后，就难免的会有一些划伤，就是盖了一下这个布，看着更老气了。然后呢，就前面就是标准的 RAM 的这个12寸的这个屏幕仪表。然后这边都是它自己的这个储物，上下各一个。对，下边也是有一个。这个比之前雷克萨斯储物的空间多了很多。储物多一点。它这个中控就很宽很大，平时我们的猫会坐在这儿。对，猫就一直在这儿趴着。对，然后它其实也是可以选中间是个座的。你可以选，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就是整个这个全部拿掉。对，然后这儿是空的，然后这儿多一个座。对。然后，但是反正这款。也可以吧，反正猫可以坐这儿，这中间这些放了很多东西。然后这边基本上配备就是这样。然后它最好一点，它是原车带这6个这个控制器，这你接灯啊什么的都直接接到这儿，然后接到引擎室里，你就不需要给它额外装控制器了。你像我雷克萨斯那个自己还装了一个这个Switch Pro， 就是控制外面所有的灯，所以这个就很好，我很喜欢这一点。对，而且它给的这个。保险的安赔就是搞保险的这个数值还很高，就一般灯都没问题，就不像那个，我要说一下那个福特，我看我朋友福特那个原厂配的那就很小，能接一些小一点的这种越野灯，如果装那种大越野灯，它原厂的保险是不够的。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功能，之前小雷没有。是吗？它这还有流媒体后视镜。对，流媒体后视镜。这儿有点看不太出来，但反正还挺清晰吧。对，然后这边啥功能啊？我也不知道。就是它，拖上车之后，它可以检查灯。对，就是因为它其实有这个专门的偷号 mode。对，它有这个拖车模式。这个开了有什么呢？一个是它延迟你车的换挡，让你车更有劲儿，而且它可以就是它本身这个车带这个拖车的这个 sway control， 就是你车如果摇摆的话。这个打开的时候，它会有一定的帮助控制作用。然后它还有这个叫什么 exhaust brake， 就是通过这个废气排气来控制你的刹车。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在你大下坡的时候，你把它打开，它可以通过它车本身的调节来减少速度，这样你就不会一直消耗你的刹车。
因为很多大家知道拖房车的，就在你一直大下坡的时候，你那个刹车可能会过热，刹车一旦过热，你的刹车就会衰竭，衰竭以后它刹车的距离就不好了。这就为啥很多大坡的时候都会让你提前停车，然后检查 brake。但有这个了，就不用频繁的，就是你降档升档，就是来控制速度了。这都专门给拖车配备的。毕竟买这辆车的人肯定是要干活的。肯定是要干活的啊。然后还有啥配备？它就是看斗里的东西，这是看后面的，看斗里的这些 camera。这还有一个，它多加一个 camera， 这条有可以连一根线的 camera， 我没有装，但是在车后面。但因为我们车装了无线的后视镜嘛，无线的那个看房车的后面的那个，就不用。这个是斗里的，对，这看斗里的，可以看到斗里的。因为这中间加了一个 Smart Cat，Smart Cat 有一个前面的镜子，所以感觉会不太清楚。这就是前边的一个大致情况。我们再看一下现在这个后排的情况。后排呢，就是给我们的狗子坐的地方，这个后边就真的很宽敞。他们两个现在不仅能横着躺上，甚至还能这样竖着这样躺上。因为它这个座位其实只到这儿，但是我们加了一个这种坐垫，它这儿是硬板的，整个把这个延长到前边了，它就很长。他们两个横趴竖趴都趴得下。我还专门买了这个，就护这个板的。你看这都是翻毛皮，你知道没有这玩意儿，都让他俩霍霍。养狗人都懂。你看这玻璃天天舔的。然后你看下面，其实这个车很大，就是下面我都全放工具了，各种工具。这边是我们的工具，那边我们拍摄设备全在那边，还有水，还有一箱水，还有一箱水都放。所以这个储物空间真的是对大的增加。它这个 Miga Cab 还有个好处就是它这个后面这个座椅就不像传统的皮卡座椅，它是这样传统皮卡座椅是往起翻的，翻完以后座椅还在这儿挡着，然后你只有前面这点空间。它是呢完全可以整个从后面翻下来，落到这儿，落到储物这儿。就后面是一个纯平的空间，整个是平的，后边座椅整个可以平的放下来。从这边一直到这边都，然后加上这个纵深的宽度，都是你完全可以利用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如果个子不是特别大的话，就我觉得1.8米以下，可能都可以直接横躺在车里的。对，像我1.8米，我得蜷着腿睡，也可以睡，但是得蜷着腿，睡两个人没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多出来这个半门空间有什么呢？就是多了这边。能看到吗？转一下镜头，这上面有多宽呢？就是你看一掌，然后一拃，我的拃比较大，一拃半吧，就说这还有一个储物格，这是 V-Boost， 还有储物打开，里面可以放一些工具啊，脱困工具我都在里面放着，然后在这儿挂着衣服。然后它上面有挂钩，这边还可以挂一些汤水的吃饭。感觉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放一把猎枪。危险言论。所以整体的后排还是比较满意。你满意吗？我很满意啊，狗也很喜欢。我看他们两个躺着都很舒服。所以既然买了这台车，我就慢慢已经接受了后面这半个空间。这半个门，你把它利用上就好了嘛。对。然后我们把这个先关起来。反正我们最终选择了大洋之后呢，使用上还有性能上都是非常满意的。因为毕竟我们目前这个阶段使用的场景大多都是在户外，然后拖房车。不需要经常去比较热闹的市区。但当时选择它，除了它的性能，还有它的这些改装给我们省很多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本身的这个价格。对，因为当时一进房车为啥没有看？不是当时说了吗？就是因为它太大，就完全就不太长，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当时还就说谁会去买？掐掐打脸了，最后我们买。谁会去买这么长的车，而且还改成这种越野的样式？因为这么长的车，大多就去坐工程车了嘛。是的。一般就是买这种 Miga Cab 还买短斗的人，一是不越野，二是不干工程。干工程一般会买短门的，然后加长斗的。所以就是，而且我当时看他就改了这么多越野配备，然后我看他底盘特别干净，就完全没有去过越野和有泥的地方。它的车外部和内部都完全没有使用痕迹，就不像我们使用痕迹特别重。这个车它是22年的车，对，它
车是22款的，然后我们买的时候是24年的2月份，但是其实它是22年10月份才第一次卖出去。卖出去以后也其实就过了1年多、1年半左右，然后前车主大概也就是开了不到2万英里，我们拿到是一个2万英里的车，然后到现在已经开了1万英里了。然后当时选择它一个就是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因为当时它 dealer 报价在网上挂的价格也其实也就是7万6，但是我当时看24款的这个 Ram 3500已经要9万6、9万7的价格，对，素车。然后福特的 F350都已经要去到10万多吧，10万5左右，10万0、5千左右。然后你看这个车子改了这么多，你像这些它用的还都是好东西，像这个 One 的这个 Bull Bar 加上前面那个绞盘，这一套下来最起码得3000块钱。对，然后 Smart Cab 要4000，要将近快5000块，这都8000了，再加上它的升高 Fox 升高 Fox 加上1000块吧，你就按最少1000块算，9000块，再加上它当时还要顶上的支架，然后 Snorkel， 然后后面的那个 Rhino Rock 这些架子，这个车最起码它改扔进去1万2、3块，对，1万2、3纯配件，这都没算人工。对，它可能算人工得2万。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车，就是因为而且当时算完payload，我们想了想，就是只有这种3500的payload才能完全适合我们，满足我们的要求。对。同时呢，因为我们是在旅途中要买一辆新的车，如果我们买一辆纯素的车，自己去加这些 Bull Bar 啊，还有后边的 Cap 啊，很费时。对，会费很多时间，我们未必有那么长的时间去订这个货再去装，所以这个真的是完美的契合了我们所有的要求。就你看这些灯，就我后加这些灯，然后前面的架子，然后这个帐篷，这我都断断续续加了大概。从2月份拿车，现在已经几月份了？现在6月了，4个月。就这加了4个多月，我才把它全加上。因为我们不停换地方，你要买东西，你送到哪儿就是一个问题。首先，你先要有时间去在一个地方收一个东西；二一个就是在路上你得有时间去装一个东西。对，所以它的出现真的是跟我们非常的投缘。对，然后我们就开始跟 dealer 看价。对，下面就是跟 dealer 大战的过程。我们那个销售就是刚开始上班没多久，然后他特别搞笑，就是他需要跟着他经理一起，他们2个人跟着我们杀价。所以我们当时的场景就是我们4个人坐在小圆桌上，一人面前1张纸1个笔，在那儿写画画。他们给我们的这个话术就是，你想每个月付出去多少钱？不是，主要就是他就帮你算。主要这是我们的为啥我们写画，就是我们的劣势，我们的母语不是英语。咱旁边你记不记得有个大姐？那个大姐和她老公都不敢说话，那个大姐把那个销售说的一愣一愣，那个销售不停的去找他经理，就我们因为没那么能说，但是我其实知道他们这些销售这些套路，当时他就一个是强调呢，这个车上面装了这么多这种改装的配置，然后他觉得卖已经很便宜了，然后没有任何加价什么的，然后但是我们知道的是。这些改装的这些越野改装件，包括不光是越野，就是所有这些改装件放在一台车上，二手车上，是完全没有市场价值的。就是你下一任车主未必需要它，但是刚好碰上我们需要它才有价值。但是你可以用这个条件跟他砍价，因为这个玩意儿是不能算在车本身的价值上的。二一个呢，这个销售，这个经理他们喜欢偷换一个什么概念呢？他就总会问你买车以后，你1个月，因为像我们是贷款嘛，他会问你这1个月你想花多少钱。但是我们算的是这个车的总价，我们会跟他说我们总价想要多少钱，他就是用这种偷换概念来跟你砍价，跟你算价格。反正我们到最后拿下来的这个价格在7万4，然后当时按照那个经理算完加上乱七八糟的，出门就已经要8万，按他那个每个月的赔门要8万多了吧，我记得好像。对，然后我们思路是不一样，我们就告诉他，我希望在这个价钱范围的总价内拿下这辆车。所以就是大家去，就一个建议吧，就是你们去买车的时候一定要坚持自己学到的和自己的想法，就千万不要让那个销售主导你的思想。一旦你跟着他的思想走，你就完蛋了，你买车是肯定讨不到任何便宜的。所以总之来说呢，就是我们买到这台车，我们就是相当满意了，然后能把它拿回家。
当时还是我的生日，满脸透露出喜悦。然后还要再讲一下我们当时买这台车当时的利息，当时美国银行当时给我了有5.9的利息，然后已经是一个 special offer， 我们是在24年的2月份拿到这个利息，然后所以我就去找他，他当时就让那个 Chase 最后 match 了我们的利息，所以我们最后拿到这个利息也是5.9，也还可以。总之来说比较满意了。然后我们就再讲一下它的缺点。它缺点开头已经说了很多了，就是不好停车，在城市生活比较不方便。我说的就是它车的本身的就这个就 Ram 这个皮卡的本身车的硬伤，就是先说它这个发动机加上它的这个变速箱，爱信的6速和这个康明斯的6.7的高功率的柴油发动机，它们俩加在一起是不可能开坏的，就是最可能坏的就是6.7的康明斯加上 Ram 自己的那款变速箱，那款变速箱总会出问题，但是这两个不会。还好我们这个不是。对，我们这个不是，所以就是运气好，就是刚好碰上他们俩的组合。对。但是也挡不住他们用的是 Ram 的各种电子系统。对。这个车我们当时买回来的时候，我刚开出 dealer 第2天，那个 Vegas 那几天不停的下雨，各种下大雨。然后开着开着，它就有一天突然就叮的一声，它就显示这个车的这个 stabilizer， 就是后面它这个平衡的一个控制器，然后它出问题了。就当我联系 dealer 的时候，问啥时候送过去的时候，开着开着，第2天可能天晴了2天，它就好了，又没事了。后来就一直没有去弄，最后前一段时间我们开到阿肯色，又开始不停的下暴雨啊什么的，它又开始亮了。所以好像是一到下雨它就对，然后一干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它就消失了。等到开始下雨，然后开始出现这些湿滑的情况下，潮湿的情况下，它就会出来，时断时续的，时有时无的。也有可能不排除它是它那个 sensor 本来就坏了，可能需要换，但是它也是时好时坏，但是没什么影响。之前它还有一个问题，就导致我们差点没有上乘牌照。对，就是大家在外州买车还有一个这种就需要注意的，就是很多人为什么怕麻烦？明知道外州的车便宜，他也不愿意去外州买，就是这个原因。这所有的车，不管新车旧车，你在外州买到以后，你都需要把它开回加州做加州的这个 smoke check。因为我们是加州的居民。对，我们是加州居民，所以我们当时在 Vegas 买到这台车以后 ，Vegas 给我们了一个60天的临时的 permit， 就是60天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开这台车，但是我们必须得其实加州的规定是在你外州买车30天之内，你必须把车开回加州去做这个手续。然后那边的 dealer 的做法就是，他当时在内华达给这个车做了一个 smoke check， 他给我看的时候，这个车 smoke check 是全过的。但是很多州他们允许这个 smoke check 有1项到2项就不通过的，也是可以拿到这个，就是他们整个通过的这个 pass， 你可以去他们当地的这个车管所 DMV 上牌照。但是加州要求你 smoke check 必须全部通过，所以当时dealer 把所有的这个车的文件加上他们的 title， 然后他们的所有的文件全部帮我寄到了，我要求他寄到这个加州这个巴斯顿，因为我们在那边找到一个房车营地，也算是离 Vegas 最近的一个房车营地，加州的房车营地。我们把车停在那边，准备去那边办手续。那周的第1天，我就开着这个车，早上就准备先去做 smoke check。当时到了地方以后去做那个 smoke 以后，那个人就问我这个车开了多久，我说我已经开了2000多迈，他说这个 smoke 没过。我就说为啥，他就告诉我，就让我出去开，再开那么2-3个小时回来，应该可能会过。我当时早上就出去开回家，然后再开回来，然后等到中午了我就去做，做完以后还是不过，然后那个人就问我，到底开多久？我又开了2000，当时已经开了2000多迈了。他说那就不太正常。他当时就是，后来我就上网各种查，然后查完以后就发现他们就很多人也是说，就从外州买回来的这个Ram 的这个车开回来，然后这个电脑读数读不出来，但是他们是新车，所以我也当然也很奇怪，为什么这个车没有这个数据？所以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车当时在 dealer 或者是他们买到这个车以后，这个车已经放了很久了，然后它2个电池已经完全的就是带掉就死掉了，他们换了2个新电池，然后换新电池以后，整个车的电脑没有数据了，所以我拿到车以后，这整个车都在重新做数据。就导致那1整周我这个车都没办法上牌照，就是打乱我们全部的计划。
本来我们打算计划只住1周，对吧？然后后来就是又续了1周，然后想着下周看能不能开过。因为他当时说你在网上查的是在什么70开多久，降到20再开多久？就网上各种说法都有，有一个最说法，最多人试验成功的呢，就把车开到65，稳定开15到20分钟。然后不要任何降速，也不能刹车。对，不能刹车。等你这个满足20分钟这个条件以后，你要让这个车从65的速度一直降到15，然后是松开油门，它自己滑到15，你自己不能踩刹车。就很少能找到这种路段让你完整来这一套。在加州就基本上找不到，但是我还是在 Victorville 的一个新修好的仓库附近找到了。我就反复大概有那么成功的试验到2、3次以后。我自己有那个 OBD 可以读这个 smoke 的数据有没有 ready， 然后插上去发现它还是不 ready， 反正各种试，对，各种都试过了。然后我后来都开始联系那边的 dealer 了，然后那边的 dealer 就是让我拿到附近的 dealer 去自己去查。我给附近的那个 RAM dealer 打电话，然后他们也说他们的方法也是就只能去一直开它。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很绝望，上不了牌照我们就走不了，上不了牌照一直走不了，行程都要搁置。但是就后边，感谢越野救了我们。刚好我们那周就是我们那个越野组织 Advan Tour， 然后我们就在洛杉矶附近那个大熊湖上面有一个越野活动，我们当时去了10几台车，我们俩就去了。去完以后，因为一路就是开4驱嘛，然后开D4。因为我故意跟前面车拉开一些距离，而且我车大也跑得慢，所以我一路基本上就没什么刹车，就一路就是稳住油门，然后再爬山嘛，爬山也就大概速度可能也就是10、20这样，也不刹车，就一路给着油往上爬。最后爬了一天，玩了一天泥巴，车脏的不行，回来洗车，洗完车以后我就心血来潮想要不插上看看吧，说不定就好了。结果一插上发现，真好了，当时就特别高兴。所以建议以后Oregon Ram 遇到同样的情况的朋友，可以试着去越个野。对，大家如果也同样 smoke 做不了，数据读不出来的话，可以去低速越野一段时间，越野那么1、2个小时，说不定就好了。对。然后我们当时一下山就立马，因为已经星期天了，大家都下班了，打了很多电话，大家都已经下班了，就唯独找到 Victorville 有一个，我们就急匆匆冲过去。对，然后就拿到了这个。拿到了之后，第2天周一立马就去把牌照给办了。办牌照。对。还有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从外州买车回来，其实手续很简单。就首先呢，你就需要外州的 dealer 把所有的所有的那些 title 什么给你准备好，把他们寄到加州的一个你指定的 DMV 里。然后你去 DMV 你需要做什么？你把车带过去，说要给车做一个 win verification， 就是检查你的 win。这个 win 呢，就是在 DMV 直接给你做。然后2个你就需要带一个 smoke 的报告，就任何的加州指定有带星星的那个 smoke 报告都可以拿上它。你只需要准备这2样东西啊。还有一样东西，像这种，因为是皮卡在加州属于商用车辆，所以你可以看到路上加州的皮卡和其他小车的牌照是不一样的。就商用车辆你需要去这个磅站，就是各种卡车休息站，对，然后他们都有这个 CAT 的这种称重磅，过磅称重，然后他们会给你一个单子。你要告诉他你是去 DMV 上牌的单子，这个单子和一般卡车承重单是不一样的。然后拿上这3样东西，你就可以去上牌了。其实然后上牌就交钱交手续，就很简单，就不要想那么麻烦，就可以大家放心的去外州买车。其实说了这么多，基本上也就这些了，就是这就是大洋的基本情况。对，总体的使用感受是非常满意的。我们现在已经开了4、5个月了，然后迈数已经1万迈了，我已经全部换了一套油水了，整个车也没什么问题，跑起来马力十足，一路上挂着房车，各种超车。其实之前我们开雷克萨斯拖原来的 Winnebago 的时候，就是感觉那个雷克萨斯其实是吃力的，尤其是有坡的时候，它嗡嗡嗡嗡转速都很高，就感觉爬不上去，使不上劲。而且就是我当时开雷克萨斯的时候，全程基本上都保持在60，最多的时候就超车65。对，所以当时然后我就看一些美国老大爷为什么拖那么大的房车？对啊，那些老大爷开拖那种 fifth wheel 3排轮的 fifth wheel， 嗷嗷往前冲，超我们。然后但是换了这个柴油车之后呢，我就理解了，哇，它真的是跑着不费劲儿。对，一点不费劲，就一路上超别的车，对，各种超。它甚至是你有时候跑的速度稍高一点，它的那个油耗表现。对，就这个车你千万，尤其开这种带这种环境保护装置这个 DEF 的这个皮卡，
就切记一个就是不要小脚踩油门，一定要大脚踩油门。大脚踩油门可以让你的车这个环保装置使用的更久，而且车也会更省油。对，那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它现在这辆车我们平时跑的时候，它那个是多少油耗？对。我们不拖房车的时候，这个机有时候油耗能上到13.6。拖了房车变化并不大。拖了房车有时候爬山的时候下到11，不爬山的时候平路高速巡航就是12多吧。对，所以感觉变化不是特别大。原来我们 GX 不拖房车的时候13，拖了房车降到8、9。所以就是变化还挺大。其实最主要就是有劲儿，你信心很足啊，你一路上开多快都不会感觉有任何的晃啊，就是担心它。非常稳，非常有劲儿，所以就是拖大的房车干活还是得靠这种车呀。所以大家就是买车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你买这台车需求是什么，要干什么，一定要计算好这个数据，再去挑车，而也不要听销售的，一定要自己查好这个数据。好啦，反正欢迎大洋加入我们的家庭，也期待他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这一趟剩下的旅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吧。